松下其实我真的是一个他的不能说粉丝，但确实是一个忠实的用户。从我的创业初期，也就是10年前开始，我就在用松下的相机，一路拍上来，我们大家都看着它从没有好的自动对焦到有了相位对焦，从 M43这样的小传感器开始向全画幅这条产品线开始布局。那事实上到了今天，你回顾一下，你会发现松下的全画幅相机已经有了6年的时间，已经构成了一整个系列的产品。那要我分类的话，我会说大概有3类。第一类是像松下 S9 这类风格型的相机，第二类是像 S5M2 这类具有高性价比的相机，第3类就是我觉得可以叫做旗舰型的机型，也就是 S1R2 和 S1M2。那松下对于产品的定义，我觉得和别家是不太一样的，这两者不存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上下级关系，他们只是擅长做各自不同的事情，一个是照片旗舰，另外一个它其实不是视频旗舰，它是一个照片视频双修的旗舰。那这两者都是我们今天的主角。那只不过既然是一个评测向的视频，我觉得我们不能从一个松下的粉丝或者用户角度来讲它，我们必须得结合当前的这个市场再来看待这些新的机型。我想这几台相机的全球指导价你应该已经看到了，虽说松下相机的价格一般来说波动会比较大，但是它目前这个价位所面临的竞争真的还是很激烈的。你看像这些都是它要面对的对手，所以松下如果想你掏出钱包，那它必须得回答一个很本质的问题，就请问松下你的全画幅相机到底有什么绝对的不可替代性吗？值得我为它掏钱？那我觉得松下有吗？它是有的。第一是松下色彩，很多朋友都讨论。第二就是松下具备一个很特殊的叫做 Open Gate 的拍摄模式。你可能没有听说过 Open Gate， 也可能听说过。简单来说，它就是可以拍摄这样一整个传感器成像的画面，就像拍照片一样。但别家的相机拍视频的时候，都会像这样裁切掉一部分传感器的范围，来实现所谓16:9的画面。那这种不是16:9的视频画面有什么优势？第一，如果你使用这种叫做变形宽银幕的独特镜头，那很多电影都用它拍，可以把一个压缩过的画面拉伸成这样，它的焦外，你看正常是圆的，现在就可以被拉成这样，非常非常具有电影感，还有这种拉丝光晕。那还有一种是我更喜欢的用法，也是更适合所有人的拍法，就是不用买这个昂贵的变形宽幕镜头，你直接用这个模式来拍。因为现在各个平台有不同的画幅比例，所以拍这种接近方形的画面有个很大的优势，你可以这样裁，也可以这样裁，来同时适配横屏或者竖屏，甚至你可以不裁，你就保留它原始的风味，这和16:9的视频是不一样的感觉。我们视频里讲过很多次，我超级喜欢这个模式。甚至在未来，假如有一天 VR 眼镜普及了，我们影视飓风会把我们所有的视频都变成这个具有类似于 IMAX 电影画幅、有着独特质感的视频比例。所以如果你喜欢拍这种叫做 Open Gate 的画面的话，那松下的相机几乎就是当前你有的最好的选择。Those voices talk to you, and it's hard to blame the things you do.Sometimes they wanna destroy you. You don't wanna let them down. Shine so bright and get so sick. Chew up and spit out therapists. New meds help but nothing sticks. Always trying to figure it out. Everyone knows.Everyone knows that I love you too much. 如果我把这个机身名牌挡住，3台机器放在一起，你能够认得出谁是谁吗？说真的，我觉得我很难找到在今天任何一个厂家，他会把不同的机身型号的模具做的没有任何的区别，除了这个标这里变得不一样一点，它有着完全一样的双折形屏幕，兼顾了拍照还有拍视频，完全一样的接口，完全一样的卡槽 ，CFB 加上 SD 卡的这个标准没有什么问题。那关于这个外接 SSD， 现在这3台相机都有了一个叫做复制的功能，这个真的很创新，我觉得很重要。在机内，你可以直接把 CFB 和 SD 卡里面的素材拷到这个 SSD 里面进行拷卡。相比过去用电脑拷卡的繁琐步骤，这是一个我会给挺高评价的功能。还挺创新的，3台相机，不管你是拍照还是拍视频，松下一直都是老实人的风格，它直接给你把风扇都加上了。那一定程度上，从机身角度来看，松下必须是一个供应链管理大师。那另一方面，你也能够看到松下在想尽一切的办法去控制他们整个产品线的成本。那这带来的优点对消费者来说有吗？
我觉得当然是有。第一是它价格调整空间会比较大一些，第二就是如果你要给它上一个兔笼或者套件，那至少这个世代的机型你不需要做任何的修改，直接装上去就可以了。不管你是 SE2 还是 SE22 还是这个 SE2E， 我们等一下就会讲到。所以这个视频我说真的，我真的只能给你笼统的讲一下机身，然后分别来讲一个一个传感器，因为这个机身里面它放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传感器。那接下来我讲的话可能会有点像念经，但是你可以仔细听一下。SE-R2 是松下这一代的像素之王，它具有一块4430万像素的背照式传感器，它的优势就是它适合拍照，而且它的高感是相当优秀，或者说非常非常优秀。这个 SE-M2E 我手上拿的，我不确定它这个 E 代表什么意思。它用的是 IMX410传感器，你应该很熟悉了，早已经过时代验证的一块传感器。索尼、BMD 各个厂商反正都用它，大疆也用它。这个传感器的画质本身是挺优秀的，但是它升格能力受到限制，果冻效应也会更厉害一点。所以这一次我们不会把它作为主角，不会讲很多。那这次真正的核心，我觉得是这台 SE-M2， 我要先把它传感器露出来给你看一眼，因为这个传感器真的很有意思。这是一块2410万像素的部分堆栈式传感器，部分堆栈式，你有没有觉得听上去巨耳熟？如果你对相机行业有关注的话，你会立刻意识到它用的是不是和尼康 Z63 同一块传感器？那我现在就可以向你确认这一点，这是一块一模一样的传感器，和 Z63 是同一块。那这时候你会问，这个 SE-R 和 SE-R2 相比，它这个传感器像素量更少，有没有什么优势呢？是很明显的，它的读出速度更快，它的果冻效应控制更好，同时它动态范围也会更优秀，甚至说很优秀，而且它的拍照和视频性能也会更均衡一点。所以这是这3块传感器的一个基本的概述，具体的参数真的太多了，我只能拉出来一堆表格，挑几个比较核心的点来和你讨论。你可以暂停下来，截张图细细品味。首先 SE-R2 是我觉得很特别的一台相机，因为它采用的是一个叫做背照式的传感器，这是一个很偏科的一个方向。它有着松下最高的视频录制分辨率，是 8.1K， 就是我都不用说，哪怕在手机屏幕上，我想你应该是能感觉到它的清晰度是非常非常离谱的。但是它有没有缺陷呢？就是这块传感器，我觉得真的不是特别为视频所设计的，因为拍视频的时候，你能明显的看到这块传感器会带来一个显著的果冻效应，你一甩动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拍微距或者拍各种细微的移动或者拍鸟的话，我觉得它还是有很多用武之地的。那在 Vlog 模式之下，这台 SE-R2 它具有原生 ISO 200和1000，开启动态范围扩展也只不过是400和2000。那你拿来和索尼 FX3 这种动不动就是800和12800的设备来比的话，那它的原生 ISO 会低很多。但是这是一块背照式的传感器，它把所有的技能点全部都点在了信噪比之上。即便第2档原生 ISO 定得很低，但是你仍然可以把它拉到12800左右，获得一个相对可用的画面。但是你要我真的评价的话，相比索尼 FX3 这种单颗像素非常大的相机来说，会要落后一点。但是我还是想强调，在高像素机型里面，比如 R52这些拿来对比的话， SE-R2 的它的高感是非常非常强的。反而我目前有一点抱怨的就是，也许是因为它固件没有准备好就很怪。我们刚刚提到的最喜欢的片门全开这个特殊的画幅比例模式，它目前拍不了真正 8K 的片门全开，而是一个 6.4K 的超采样。那画面当然还是很锐利的，但是我还是希望有那个更高的选项。松下说之后会有固件更新，但是没有一个确切的消息。那假如能有这个固件做出来的话，你可以想一下，它这个分辨率是8点几 K， 逻辑上我们所有人在做的是每秒拍30张不间断的连拍的照片，对吧？你想一下，对于很多拍鸟拍动物的人来说，直接截图也是一个很不错的用法。但是对于拍常规视频的人来说，我觉得 SE-R2 它的2个缺陷是不能够忽视的，一个是果冻效应，还有动态范围没这么大，还有一个隐藏的是过热，等我们会讲到。那现在我们把视线移到 SE-M2 上面，这台最新的相机，它其实非常非常有意思，因为它用的和 Z63 是一样的传感器，你能够明确的看到一个厂家对于传感器的调教的不同产生的区别能有多大。SE-M2 相比 Z63， 我觉得最明显的一个优点就是它的这个 Vlog 曲线能够直接把它这块传感器的性能全部释放出来，所以它现在具有松下最高的动态范围。官方宣称开启动态范围增强模式之后，这台机子这么小一个机身，它能有15档的动态范围。那我们实测了一下，虽然不一定能够到这个标准，但仍然是我们目前测过的所有相机里面排名的佼佼者。所以你看，像这种户外的场景、明暗的这个场景变化，
它都能够很好的拍下来。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动态范围增强模式关掉的话，它会掉1档左右的动态范围，这个你需要注意一下。但你的录制帧率可以有些变化。那它的果冻效应怎么样呢？刚才 SE2 在那个上面表现是不怎么优秀的，但 SEM2 它的表现是非常非常强大的。你可以看到，因为用的是同一块传感器和 Z63， 当时我们就给了 Z63 很高的评价。那同样的评价，我也一样会给到 SEM2， 它就是全画幅里面果冻效应控制非常优秀的相机。那既然我们讲到了 SEM2 和 Z63， 你肯定好奇的也是这两者的区别是什么？我们觉得比下来，最核心使用上的差异点，反倒不是人体工学，而是它的 RAW 文件。那相对来说，这一点上尼康会做得更好一些，它的 NRAW 更泛用。ProRes RAW 是 SEM2 它所具有的内录能力，但是它受到软件的限制，就没有这么好。但是反过来说 ，SEM2 又能够在它的 OpenGate 片门全开模式之下，还有这个 Vlog 曲线上扳回一城。它能够拍摄 6K 30帧或者 5.1K 60帧10比特420 OpenGate 片门全开的素材。那16:9常规比例，它录的也能更多一点，它有很多很多的格式。那我觉得最高的应该是 5.9K 60帧10比特420，还有超采样的 4K 60帧10比特422的无裁切素材。4K 120帧它也能够拍摄10比特420，有个 1.25 倍左右的裁切。1080P 可以做到240帧10比特422，但是一样会有个 1.2 倍左右的裁切。还有一点很有意思的就是 SEM2 的原生感光度是640和5000，它和尼康 Z63 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原生 ISO 我要讲一点典故，对于我一个松下的老用户来说，它有一些独特的意义。因为在我学生时代，松下当时有一台电影机是我超级想要的，叫做 VariCam LT， 甚至现在我都收了一台二手，藏在我们的公司里面，你可以看一下，是这么庞大的一个机型。这是当时最早出现双原生 ISO 的机型之一，它的原生 ISO 就是800还有5000。所以现在你会看到这么庞大的机身，这么多年之后被压缩进了这么小的机身里面，它拥有了更高的录制规格，有着近似的双原生 ISO， 它能拍到的画面会和它接近吗？那我可以给你打个包票，接近，甚至超越。Do you know how this started? Was it pride of a fool? Oh, I know that I loved you.那至于这个 ProRes RAW， 到了今天我仍然不会给一个很高的评价，但比以前我的态度会好一些，因为现在 Adobe Premiere、Final Cut Pro 各方面的整体适配已经很完整了，除非你用达芬奇，它确实是不兼容这个格式的，因为它们有一些小的这个争端，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那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故事，就是你会发现为什么突然松下就可以把这个 ProRes RAW 给变成内录了？你别忘了，以前 Red 是和苹果打过一个官司的，并且赢了，所以当时这么多年，相机厂商都不能够实现内录的压缩 RAW 文件。但是自从被尼康收购之后，你会发现这个行业变得微妙了起来。我们先注意到了一点，就是大疆曾经在雾3还有如影4D 上面是有个 ProRes RAW 的授权的，卖5999块钱。但是最近突然有一天它变成了1块钱，然后我们研究了一下，就发现是苹果把 ProRes RAW 这个授权给免费了，然后再加上尼康相对来说应该会更保守一点，也许是这个原因，所以你会看到各个厂商都开始在把 ProRes RAW 重新加回他们的机身里面。虽然我很高兴目前市场总算做出了这个改变，也许将来大家都可以拍 RAW， 但是你不觉得这2年视频本身的形态也发生了变化吗？视频变成了一个快消型的媒介，它不再是一个纯严肃创作的东西，这和几年前很不一样。所以到现在，你是否还会愿意付出大20倍文件体积的代价来获得这么小的一点可调的画面空间？除非你要拍短片或者电影，我觉得这个有价值。但是如果你只是做一些行业的片子的话，我觉得你拍 log 的 H.64 和265应该也就可以了。尤其是松下现在新出的各个机型都可以解锁一个另外的功能，也很有意思，叫做 Airy Log 的曲线，这是对很多人很有吸引力的。之前松下 GH7 上我们评测过，松下采用的是阿莱 Log C3 的曲线，
那什么意思？它直接和阿莱合作，把他们色彩科学映射到了这个传感器和机身之上。那阿莱应该也帮助他们参与过联调，所以你会发现它和松下自身的 Vlog 拍出来的画面质感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那我本来也希望能给你呈现这3台相机拍摄 iVlog 的颜色变化，但是就很可惜，我不知道为什么松下现在开始就是做一半就发布出来，它目前没有开放固件，所以我只能给你展示一个叫做 Cinelike A2 的新出的直出色彩模式。那官方没有明说，但是我们正好拿我们的阿莱摄影机对比了一下，你会发现它们两者的色彩是非常近似的。所以说，如果你不想调色的话，你不想拍 log， 你会发现直接用这个模式，你就可以得到一个非常漂亮的直出画面，应该可以说是当前全画幅相机里面直出模式做的最好的相机之一。自动对焦因为各个机型都不一样，我很难来跟你具体的讲。但是自从松下加入了相位对焦之后，它整体的对焦已经有了一个质的提升。那松下说，相比上一代 SE-M2 对焦速度快了大概 1.6 倍左右。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量化这个标准的，但是目前我们看下来，这的确就是松下目前对焦最好的一个系列。那这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可以说的。现在不管是人脸、人眼、动物、汽车、火车、飞机，那这个相机都能够识别。但是我该怎么形容？就是对松下来说，我真的觉得很厉害，这是一个很巨大的进步，就是它的对焦已经挺可用了。但从行业视角来看，你就不能拿它和索尼旗舰机型像 A93 还有 AE-M2 这些机型来比。一方面是在 4K 100帧以上的帧率，它的主体识别是不起作用的。那另一方面是有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它能把对焦框放在主体身上，它能认到，但是焦点就是不一定跟上去。这是目前松下给我的一个感觉。那对焦松下确实没法领先，我不可能给你这个结论。但是防抖呢？我觉得这是松下在全画幅领域非常领先的一个地方。长焦端手持跟拍，它和其他厂商有着明显的差距。广角端过去画面边缘会有拉来拉去的这个现象，我们叫做垃圾，他们专门针对这个现象做了优化。这是我第一个见到开始处理垃圾现象的厂商。那现在你可不可以不用稳定器去拍摄？这是最核心的一点，因为稳定器用起来还是一个很麻烦的东西。我觉得如果说你的目的不是要一个像稳定器一样最丝滑的画面，只是看起来让人觉得没有不舒服的画面，那确实SE2 是我觉得目前全画幅机型里面少有的可以手持拿着它跟拍，而且不会很晃的相机。讲到这里，这基本上就是录制层面这个相机所有的特性了。就对焦还不错，防抖很优秀。就我知道听着很像我在过度推荐松下，但是我还是想说一句，因为过去我对松下真的是很挑剔的。它有2个很核心的硬伤，就是你必须要考虑的，一个是前面提的对焦，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镜头群。当时几年以前它原厂的镜头很少，而且相对来说，松下因为太老实了，它用料真的很足，所以它的镜头真的都是健身器材，就是巨大无比。50毫米，这是 f1.4 的镜头，你跟别人说他都不信，因为比别人的 f1.2 做的都要大。但是松下这2年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到了今年你会发现和 SE2 一起发布了这么一颗24到60 f2.8 的镜头，相比之前他们的2470已经轻了很多，而且画质也还不错。那目前有越来越多镜头厂商在加入到这个 Ilkaco 联盟，至少不再是以前这种天价的健身镜头了，所以还不错。监看也是我觉得松下做的比较优秀的一点，就相比尼康 Z63，它没有什么监看过曝的问题，套 LUT 什么也都有，就是松下在电影机上沉淀，基本上还是在这台机身上能够看到的，波形图、伪色它也都有。那无论是 UI 还是给到摄影师的反馈，我觉得仅限日系厂商里面它是做的最好的。但是和那些澳大利亚比如 BNB 的相机和 RED 相机相比的话，它的菜单现在还是有这么一点复杂。那在音频方面 SE2 有没有什么特点呢？有一个点我觉得还是值得讲一下，就松下有一个独特的热靴配件可以选，它相比别家的相机最大的优势就是它具有32比特音频的内录能力，所以这就意味着你用松下的相机拍视频加声音几乎很难录到过曝的声音，你在后期可以轻松的把它拉回来，这有一点像是你在视频里面带了一个音频的 RAW 文件，这一点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独特的。那讲完了这些好的独特，现在我想讲一些没有这么美妙的独特。续航是我这次觉得最微妙和拧巴的一点。松下为各个机身都配备了风扇，我本来觉得它应该绝对不会有过热的问题，但是 SE-M2E 这个用 IMX410 的机身，它确实没有出现过热的问题，而另外2台居然或多或少都有一点过热的情况出现，尤其是 SE-R2 在我们25度摄氏度的室温录制 OpenGate 最高格式之下，在23分钟它就过热了，而 SE-M2 录制1个小时左右就过热停止，电池还是有余量的。
而 SEM2E 录制到1小时37分钟没电，它也没有过热。那假如你拍摄 4K 60帧 ，SER2 仍然在29分钟的时候出现了过热 ，SEM2 坚持了1小时28分钟直到没电，而 SEM2E 坚持了1小时48分钟没电。所以如果说你有长时间视频录制的需求，那很遗憾 SER2 基本上可以不用考虑了。拍鸟什么也许可以，但是拍采访或者其他重要的录制的话，你现在真的只能选择 SEM2 或者 SEM2E。所以这就是当前松下的全画幅品类，它有着很明确的划分。你想专精拍照，你想拍最清楚的视频 SER2， 你想要最好的动态范围 SEM2， 最高的性价比 SEM2E， 你想长时间录制追求稳定性 SEM2 或者 SEM2E。 这就是当前松下的定位。但是当前我想说的就是，其实还有一个位置是缺失的，也是我们大家最期待的，始终没有来，就是曾经我给出过巨高评价的松下纯视频旗舰，它根本就不在乎拍照，我的目的就是给你拍最好的视频，那就是松下的 SEH 产品线 SEH2， 它迟迟没有出现。那如果那台机型在路上的话，我对它的期待就是你可以把它做得更大，但是请你做上内置的 ND 滤镜，这会让它出个绝对的差距，也是一个巨大的科技上面的创新。但是目前的话，我们见到的是松下先对这3个方向的布局，它交出的答卷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但是你会买吗？这就是松下。那好了，以上就是这个评测的全部内容。你可以讲一下这3台松下的新的相机，你会想买哪一台？或者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给你的朋友们分享一下。如果他也喜欢看这些相机视频的话，应该会对他们有些帮助。也请务必给我们点赞、投币、3连转发，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那么我们下次见。